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ot Search 1：九龙城寨之围城作为一个热门的搜索词汇，不仅仅是因为其电影本身的吸引力，还因为它背后所承载的深厚历史和文化意义。这部电影讲述了香港80年代九龙城寨的故事，一个充满了复杂社会关系和人性挑战的地区。这样的背景设定不仅吸引了香港观众，同样也触动了台湾观众的心弦。九龙城寨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其在电影中的重现，让很多台湾观众能够看到一个不同于现代化都市风貌的香港。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和场景的真实再现，是电影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此外，电影中展示的人物命运和社会背景，引发了观众对于自身社会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在处理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台湾与香港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历史发展路径上却各有千秋。这种差异性使得台湾观众在观看九龙城寨之围城时，既有共鸣，也有新的认识和思考。电影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台湾社会对于这种类型历史和文化题材的需求与兴趣。在台湾，一个普通观众可能会在看完电影后，思考自己的城市是否也有类似九龙城寨这样复杂且多层次的历史背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认同？这种历史的深入探讨和文化的自省，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观念？通过这部电影，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历史的缩影，也能从中找到文化自我认同的线索。那么，你认为自己的城市有没有一个九龙城寨？你又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部分被忽视的历史和文化的呢？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2：歌手2024作为一个热门的音乐竞赛节目，在台湾乃至整个华语音乐界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节目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更是成为了热搜的常客。那么，为什么这个节目会如此受欢迎呢？首先，节目中邀请了多位知名度高的歌手参与，如杨丞琳、那英等。这些大牌的加盟无疑增加了节目的吸引力。其次，节目的真实性和紧张感，每一场比赛都可能决定一位歌手的命运，这种不确定性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此外，节目中的歌手不仅要展示自己的唱功，更要展示自己的艺术修养和舞台魅力。这对于观众而言，是一次近距离感受偶像魅力的机会。每一期节目后，观众们也会在网络上展开热烈的讨论，比如讨论某位歌手的表现如何，哪位歌手可能会赢得最终的胜利等。然而，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歌手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和情绪压力。像那英在节目中公开表示感到超崩溃，这种真实的情感表达，使得观众能够感受到歌手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从而产生更多的共鸣。这样的节目设置，是否也反映了我们普通人生活中的一种状态？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是否也常常面对高压和预期的挑战？在追求卓越的同时，我们是否也需要时刻准备面对可能的失败？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音乐和竞技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人生的问题。歌手2024不只是一个娱乐节目，它在无形中折射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你觉得呢？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3：太阳花学运，一场源自2014年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反对，演变成对台湾政治透明度和民主参与的全面要求。
这场运动不仅影响了台湾的政治局势，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注，成就了一代人的政治觉醒。但为什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会在谷歌热搜中看到太阳花学运这一关键词？首先，太阳花学运展示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力量，特别是年轻一代。它不仅改变了政府对特定法案的处理方式，也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中的声音可以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力的展示，让太阳花学运成为台湾民主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太阳花学运的精神并未褪色，相反，它似乎成为了衡量台湾政治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最近，国会改革修法的进程中，出现了类似太阳花学运时的集会和抗议，显示了民众对政治透明度和公正的持续关注。这种持续的关注不仅显示了台湾民主的活力，也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中，普通人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不被忽视？每个人在面对政府政策时，是否都能勇敢地发声？像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们一样，这些问题不仅是对台湾社会的挑战，也是对每一个公民自我反思的机会。我们如何确保不重蹈覆辙，让历史的教训成为前进的动力而不是阻力？太阳花学运的精神是否能在新的社会运动中得到传承和发扬？当你思考这些问题时，不妨回顾一下太阳花学运给台湾，乃至于给每一个关心社会公正的人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启示。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4. The 巴修自从上线以来，就迅速攀升至台湾的热搜榜首。这部剧集以其独特的悬疑元素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刻画，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那么，为什么这部剧会在台湾如此受欢迎呢？首先，剧中的多元角色设定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和故事。这种设定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某个角色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例如，柳俊烈饰演的角色，在剧中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人，他的选择往往基于对大局的考虑。这种性格的展示可能会引起许多台湾观众的共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在个人情感和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其次，这部剧集通过紧张的情节和未知的悬念，成功地抓住了观众的好奇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台湾观众特别喜欢那些能够提供新鲜感和刺激感的娱乐产品，而 The 巴秀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再者， Netflix 的全球化策略也为 The 巴秀的成功贡献了一部分。通过把这部剧推向全球市场，台湾观众能感觉自己是全球娱乐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全球参与感也是吸引他们观看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后，不得不提的是， The 巴秀在剧情和主题的深度上做得非常出色。它不仅仅是表面的娱乐，更触及了关于人性、道德选择和社会责任等深层次的主题。这些都是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问题。那么，这部剧是否也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某些思考呢？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选择时，你会如何做出你的不棱不角的决定？这不仅是 The 巴秀带给我们的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思考方式的启发。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5. 在台湾，一个名字四叉猫近期频频出现在热搜榜上，成为众多讨论的焦点。四叉猫本名不详，最初以网络红人身份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因其独特的幽默感和直言不讳的风格受到关注，但他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他逐渐由网络虚拟世界走向现实，开始参与台湾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最近，四叉猫发起的一系列活动显示了他在台湾社会中的影响力。例如，他组织的前往政治人物徐巧芯家外的朝圣活动，以及与支持者的长时间合照会面，都显示了他能够动员支持者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四叉猫的这种行为不仅吸引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还引发了公众对于网络红人参与政治活动这一现象的广泛讨论。那么，为什么四叉猫会成为热门内容？首先，它的行为打破了传统政治参与的模式，用更接地气的方式接触和影响了普通民众。其次，四叉猫利用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有效地将网络流量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公众聚集力量。这种现象也反映出当今台湾社会政治参与的多样化和网络文化对传统政治活动的影响。最后，四叉猫的行为提出了一个值得所有普通人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数字化和高度网络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影响社会和政治？普通人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或其他平台表达意见，是否真的能够促进社会变革呢？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